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止损要不要设置，它设置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设置止损以后，我们的交易经常被止损掉，亏钱出局呢？这是第一个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个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能够比较容易的赚到钱。因为我的频道呢是专门讲被动收入项目，实现财务自由的，所以说我推荐的一些项目呢，一般都是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的。那么第二个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可以比较好、比较稳定的赚到钱的一个策略。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有什么好的策略呢？在交易市场上基本上是稳赚不赔，基本上没有这种策略吧？其实是有的。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概率的一个问题。我想从这个概率学上给大家去分析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大概率呢是大家应该是不知道这个策略的。那么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么在讲之前呢，请允许我做一个小广告，就是我的频道呢是专门讲被动收入项目，实现财富自由的。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呢，请点赞并订阅。制作视频不易，如果这期视频呢对大家有帮助的话，也请点赞并订阅。你们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谢谢大家。那么我下面这个讲的这些内容呢，只做一个参考，不做投资建议，希望大家理解。首先我们说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关于止损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呢，交易它分为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信息面了解上市公司的一些情况，国家或者国际上面一些政策来判断后市走势。第二呢，就是通过 K 线等一些技术指标来推断后市的一个走势。这2种方式呢都是比较的麻烦，需要每天的去看很多这个新闻，或者了解一些很多的政策，还需要很多这种功底，比如说一些财务上边一些功底。而技术指标呢，还需要掌握很多这种关系，也是比较的麻烦。但是我们这个频道呢是专门讲这个被动收入项目的，我们的这个理念呢就是必须得包含这种被动的一个理念，就是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可以轻松赚钱的一个目的。那么第3个呢，就是通过一些交易策略，能够实现这种被动的一个概念。那么讲这个止损呢，我也是主要是通过这个概率学来给大家来讲这个止损要不要设置。我前段时间看过李永乐老师讲的一个赌徒终究会归零的一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其实他这个视频的话来讲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它大概是个什么意思？我用我自己的话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假设一个赌徒他是10块钱入的局，10块钱呢作为一个2位数，我们比较容易的接受，我们就拿10块钱来举例。就是这个赌徒呢，他这个亏10块钱，也就是归零的这个概率，和赚10块钱，也就是由10块钱变成20块钱，他们的概率其实都一样的。比如说吧，都是50%，对吧？也就是归零的概率是50%，而这个赚10块钱，也就变成20块钱的概率也是5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如果这个赌徒呢，他想盈利20块钱，也就是由10块钱变成30块钱，那他的概率是多少呢？大家去思考一下。其实它的概率呢就是50%的平方，对吧？这样的话就是25%一个概率。所以说这样呢，大家去看一下，其实这个归零的概率还是50%，而赚20块钱，它就变成了一个25%的一个概率，也就是归零的可能性会大，而这个赚20块钱的概率会小。但是如果这个赌徒呢，他这是打算赚30块钱，或者是40块钱，或者是50块钱，大家会考虑一下，那么它就是呈指数的一个概率呢，就是一个指数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赚的越多呢，概率越小，越不容易达到，而这个归零的概率呢还是50%，它是不会改变的。
而一般赌徒入了场以后，他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所以说的话，他就相当于一个没有设置一个止盈的一个状态，而止损就在老母鸡亏完，也就是10块钱的一个本金亏完。所以说这个的话，只要赌徒一直在赌，他终究有一天他会归零的。那么这个道理它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赌徒的心态入了局，就是进入了这个交易市场，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易策略，比如说是通过这个信息面或者通过技术指标大概率的会赚钱，如果不存在这种情况，而只是一个赌徒的心理入局的话，那大概率是会亏光的，也就是亏钱出局的。这也就是我给大家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止损要不要设置。如果一个赌徒的心态进去的话，那大家最好是不要进入这个交易市场，而不是说要不要设置止损或者止盈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不要入场。但是既然我这个频道给大家讲这个被动收入项目的，既然我也给大家去分享这个东西，我就是会有一个方式来去给大家讲这个东西。那么就是如果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去了解信息面或者是掌握很多这种技术指标的话，那么可以通过我下面说的这个被动的一个交易策略。其实之前我也给大家去分析过很多啊，就是我这个频道里边有关注我的朋友的话，可能会了解到我给大家以前推过的，比如说量化交易、网格交易或者矿工的一些这个交易策略，然后保收或者提收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之前的视频里边都有给大家讲过。那么废话不多说，我开始给大家讲第二个这个内容啊，也就是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比较容易赚到钱的一个交易策略。那这个策略呢，可能是 N+1个策略啊。这个 N 呢，就是我之前给大家分析的。今天我给大家要分析的是另外一个交易策略。这个交易策略是什么呢？还是一个概率学的一个东西。还拿10块钱来举例子。比如我们是10块钱入的局，那么这个10块钱亏成9块钱的时候，也就是亏1块钱变成了9块钱，和由10块钱变成11块钱，它的概率分别是50%，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也就是我完全可以把这个交易设置成9块钱止损，11块钱一个止盈的一个指标。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考虑哈，我们这个亏1块钱这个概率和挣1块钱的概率分别是50%，然后分别是赚或者亏1块钱。好像如果大量去交易的话，好像只亏了一个手续费一样，对吧？那如果大家再去想一下，如果我把止盈设置成10%，也就是由10块钱变成11块钱，止盈价格是11块钱，而我的这个止损价格设置成8块钱，也就是20%的一个亏损比例。大家再去思考一下，它的一个盈亏的一个指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么赚1块钱，它是50%的一个概率，对吧？而这个亏2块钱，我这个止损位设置成20%，也就是亏2块钱变成8块钱，它的概率是多少呢？之前有给大家去算过，也就是25%，对吧？它的概率就变成了25%，而赚钱的概率是多少呢？50%，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通过大量的交易的话，我们止损的一个概率会很小，而我们止盈的概率会很大。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去讲的那个赌徒归零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止盈呢容易被碰到，这个价格容易被碰到，而这个止损这个价位不容易被碰到。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轻松的算到，比如说我们交易4次，我们交易4次的话会止盈2次，对不对？如果止盈2次的话，我们会赚到多少钱呢？会赚2块钱，对吧？如果交易4次的话，它是50%的概率，也就是会被止损到1次。那么止损到1次的话，它亏损多少呢？是2块钱，也就是止盈是2块钱，亏损是2块钱。
如果大量交易的话，好像还是持平一样，对吧？因为我们刚才只是考虑一个概率的一个问题，如果要把价格这个量的关系也考虑进去的话，虽说这个止损位它不容易碰到，但是它这个亏损的这个量是比较大的，因为必定达到这个止损的话，它会亏2块钱，而止盈的话也只有1块钱。然后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啊，假设我把止损位设置成7块钱，也就是亏损30%，那大家再去考虑一下，那它这个概率是多少呢？它的概率就变成了1/2的3次方，它就是1/2的3次方，也就是亏损一次呢，也就是亏3块，但是它的概率呢是1/2的3次方，1/2的3次方呢是多少呢？也就是1/8，对吧？3乘1/8，这是多少呢？大家算一下，大概是0.37，也就是会亏0.37元，对吧？那么会赚多少钱呢？因为赚一次的话，也就是1块钱，它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呢？就是1乘以50%嘛，它这个概率还不会变，就是50%的一个这个盈利。就是大概就是0.5元的一个盈利。如果交易8次呢，8次的话会被止损掉1次，止损掉1次的话就是会亏3块钱，我们会亏3块钱。那么交易8次的话会止盈4次，止盈4次的话它赚多少呢？就是赚4块，亏3块，那这样的话还会盈利1块钱，这样的话它的差距就出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概率它不是说一个线型的一个增长或者一个降低，它是一个指数的增长或者降低。我们这个概率呢，也就是1/2，在我们这儿的话，也就是1/2的 n 次方，它是一个指数的一个关系。如果对数学比较了解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它这个概率是下滑的是非常快的，随着这个变量的增加，它这个结果呢是下降非常快。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样的去大量套利的话，就是很容易去得到这个利润。当然的话，也就是这个的话需要去大量的交易，只有大量的交易以后，我们才能赚到钱。比如说在这个赌场里边，这个赌场老板他不怕你赚钱，他就怕你不来。如果交易次数足够多的话，那么这个概率学上边还是会赚钱的，就按照我刚才那个策略。当然这个止损的话不只是可以设置到一个30%，也可以设到40%、50%。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止损的话更不容易达到，也就是这个赚盈亏它这个差距会更大，我们赚到钱概率呢会更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策略需要满足2个指标，第一个呢就是交易次数必须得足够多，第二呢就是这个盈亏的就是止盈和止损的这个位置呢一定要设置好。另外可能有些朋友们会说，那我的止损位不设置可不可以？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如果你的资金量比较小，你不设置止损位的话，它可能会占用你大量的资金，并且你每一次的交易都是肯定会赚的，因为总有一天价格会波动过来，因为你没有设置止损位嘛，始终有一天它会被止盈掉，对吧？但是这样的话就是占用你大量的资金，如果资金多的话可以这样去做，然后另外呢也不考虑周期的话也可以这样做。而设置一个止损位呢，它的目的就是让资金很快的去回笼掉，或者是止盈，或者是止损，止盈或者止损完了以后，我们就有钱再做下一次交易了。毕竟我们这个是以交易量来取胜的，对吧？所以说的话，大家还是建议大家设置这个止盈、止损都要设置。这个是主要是还是考虑这个资金量的问题，但市场上会受到这种利好或者利空的信息的一个影响，来造成我们这个概率上边一个偏离。在这儿呢，我想说的是，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没有关系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利好或者利空，其实它如果要是1次或者2次呢，可能就是利空多或者利好多，可能就是会出现这个比例上面的偏差。如果这个市场上时间足够长，这种消息面足够的多的话，其实他们这个利空和利多，他们的这个利好的一个比例还是成1:1的一个关系的。
所以说就是要求大家交易的时间足够长，次数足够多，那么这个交易策略是完全可行的。这个方法我没有试啊，只是理论上是可以的。这个的方法的话，大家自己可以去设置。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 A 股市场的话，我们的交易可能就是挂上委托单，第二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每天的话都必须得去挂单，比较麻烦。这个的话其实有这个交易接口的，这个入场交易这个接口的。如果有资金或者是有实力的朋友，是可以去开发这个东西，但是这个门槛会很高很高。如果大家去投资的是加密数字货币的话，那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这个交易的话，这个委托单是长期有效的，我们可以通过大量去使用这个东西来完成。但是这个话还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看每一个单子有没有被止盈掉，或者是有没有被止损掉，花很多时间。但是这个的话，我是感觉啊，这个想法不错，但是实施起来可能有困难。困难就在于这个工作量可能会稍微大一点，因为必定的交易次数它必须得多，这个只有计算机才能干的活儿。但是在这个加密数字货币的话，它这个 API 接口门槛非常的低，普通人都可以申请到。基本上所有的交易所上他们都有自己的 API 接口，通过计算机来完成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它没有什么很高的这种接口门槛，只要懂点开发，或者是招聘几个程序员，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开发出来，然后把资金放进去，很容易实现的。但是在这个 A 股市场的话就比较的难。关于这个东西呢，我只能分享到这儿。如果大家感觉这个策略离自己比较遥远的话，可以看看我的往期的一个教程，它里边有很多这种交易的一个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天的话，谢谢大家观看。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希望能够点赞并订阅，谢谢大家。